江月是家里安排给我挡灾的替身，她与我同吃同住，被当成侯府第2个嫡小姐教养长大。她讨祖母欢心，受父亲宠爱，还与我的未婚夫情投意合，直到她怂恿着裴玉将我推进火里，我才知道，原来她是父亲心尖上的外室女。挡灾，原来我才是那个挡灾的。没错，父亲早就计划好了。你以为你受宠，那是因为我们要让你替我活在明面上，好替我挡掉那些明枪暗箭。如今大功告成，你可以去陪你那死鬼娘了。圆圆，发什么呆呢？这孩子以后就是你的伴读了，同吃同住，陪你解闷。圆圆，天师说了，他命格特殊，进府是为了给你挡灾化煞的，以后你可要像亲姐妹一样待他。圆圆，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这对耳环怎么这么眼熟？我想起来了，这是母亲还在世时，外祖父特意从泉州送来给我把玩的舶来品，一共有18对，我也没注意，竟然被父亲偷偷拿去了1对，讨好这外室女了。月月是不喜欢我吗？我虽然出身低微，但我为了月月，命都可以不要的。月月，怎么不说话？人家孩子一片真心，你可别失了嫡女的分寸。怎么会呢？既然是来挡灾的，那就得挡一辈子才行啊。这玛瑙耳环真漂亮，我记得外祖父从泉州送来的那些舶来物里也有类似的。原来这种贵重东西，连孤女也能随身带着呀。大概是他家乡的旧物吧，不值当什么。只要你们能像亲姐妹一样保佑我的乖乖平平安安长大，什么身外之物都不重要。你叫什么名字啊？乖乖，别管他以前叫什么，从今天起他就叫江月了，不过是明月的那个月。江月，那不是跟我叫的一模一样？父亲这是想做什么？取个一样的名字，到时候府里还分得清到底谁是真正的大小姐，谁又是一个卑贱的孤女吗？我叫江月，他也叫江月，以后我的东西是不是他拿了、取了、用了，大家也都觉得理所当然了？毕竟她也是江月大小姐啊。父亲这安排可真是深谋远虑，竟是打算让他连我的身份也一并替代了去。上一世他跟裴玉勾搭上，不就是裴玉喊了一声江月大小姐，然后他在漫天飞花中转了头吗？胡闹，这名字是天师亲自算的，不跟你叫一个名字，到时候怎么好替你挡灾呢？咱们要做的事儿是瞒天过海，骗过老天爷呀！乖乖，你怎么了？这名字是母亲临终前给我取的，那是独一无二的，谁都别想跟我一样。天师说让他挡灾，可这灾还没挡，他就已经气得我心口痛，犯了病。我看他根本不能替我挡灾，反而是来克了我的，是来祸害我的。老爷，小姐自小身体就弱，您瞧瞧都气成什么样了。老奴看这找替身的法子，是不是有待商榷啊？万一这孩子命格太硬，冲撞了小姐，不如就将他……好，我的乖乖，千万别动了气，只要你好好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既然你不喜欢，那就不叫那个名字了，
乖乖，那你给他取个名字好不好？好啊，既然父亲开口了，那我就勉为其难送他一个名字。你是装的？是装的又能怎么样？我是侯府嫡长女，在这府里，我想如何便如何，你又能奈我何？我想到了，你就叫江霜吧。月是地上霜，但你要记住，一个月在天上，一个霜在地上，就算再怎么像，地上的东西都永远变不成天上的。就像你和我，永远有天壤之别，望你牢记。从今往后，你就只是这地上的霜了。小姐，老奴还以为老爷会让那江霜小姐搬进来跟您同住同睡呢，毕竟说是来挡灾的。他那是怕我对他的心肝宝贝做出什么事来呢？这一世，他果然不敢轻易动弹了。这也是我要的结果，离我远点，才好慢慢清算。这东西真有意思，外祖父送来时说，这叫不倒娃娃，怎么推都不会摔倒。承恩侯府原是开国公府，3代之后没一个成器的，到祖父那一代，家业早就被败光了。正巧外祖父救了祖父的命，祖父看中了外祖父泉州第一商人的身份，定下了婚约。侯府靠着母亲的嫁妆恢复了光鲜。不过是个商户之女，若不是她家是泉州首富，谁会把她放在眼里？最后母亲郁郁寡欢而亡。母亲，沈氏留下的那笔泼天嫁妆，如今攥在月儿手里，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金山银山在眼前，却半分都动不得。侯爷慎言，那笔嫁妆是白纸黑字入了宗谱的，明明白白是月儿的嫁妆，你若强拿，必落人口舌。哼，我难道不懂这个道理？可我一看见江月，就想起他的商贾血脉，浑身都不自在。偏偏这笔钱只有借他的手，我才能名正言顺的动用，不然那些御史台的老家伙必定参得我连丹书铁券都保不住。这些年朝堂上的打点，府里上下的嗨销，哪一处不要银子？哼，我心里有数。既然必须借着月儿的名头才能动这笔钱，那我们就换一个听话的月儿。小姐，您在笑什么？我笑他们打得一手好算盘，可惜这一世我为刀俎，他们只能为鱼肉了。好，指法流畅，意境深远，江霜小姐真是难得的勤学奇才。月儿，以后我们一起学琴，什么好东西我都分给你。江月大小姐，你学了2年，竟不如江月小姐学了半年的，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江月大小姐。上一世我心疼替我挡灾，什么都和他分享，但他却藏着锋芒，一日日温水煮青蛙般彰显我的平庸。如今我毫不掩饰对他的厌恶，他便连装都不屑于装了，直接改变策略开始显摆了。李大师真是好兴致。江霜，这首《浔阳夜月》，你第一次学琴就能弹得如此炉火纯青。月月，我只是以前偶尔听过，随便练练。随便练练？我看是父亲背地里拿着我母亲的嫁妆，早早为你请了名师，教导了好久吧。也好，既然你想显摆，那就记住，做的越多，错的也就越多。哼，砸了。江月，你这是做什么？我还想问你是在做什么呢？怎么，一个替身罢了，真以为你自己是大小姐了？竟然敢在这儿卖弄才学？我没有，我只是想让李大师看下我的水平。江大小姐，这种行径难道是大家小姐该有的作为吗？李大师，
收起你那套规矩。我是承恩侯府的嫡长女，外祖父富可敌国，我就算不学无术，就算肆意张扬，那也是天之骄子。李大师，既然你这么爱才，那就专门去教这位替身小姐好了。不过，李大师，这束修，你自然也要问这位替身小姐要了，毕竟谁学的谁付钱吗？我知道大师虽是名门出身，口口声声是金钱如粪土，可你家道中落，夫君早亡，还有婆母和嗷嗷待哺的孩子要养，你如今最需要的，不就是这安杂物吗？江霜，你应该有钱付的吧？我自然有。看来你这个孤女，还真是别有来头啊。既如此，李大师以后就由你负责了。嬷嬷，吩咐下去，那琴棋书画4位师傅往后都不必往我这儿来了，把这4位师傅全都送到江霜那里去，让他一个人好好学。那这束修，告诉账房，以后这4位师傅的束修全部由江霜自己负责，1分1毫都不许从府里的公账出。这可是笔不小的开销。江霜小姐毕竟是个孤女，她没钱，自然会去问父亲讨要。嬷嬷，虽然管家权名义上在祖母手里，但这些年一直都是在用我母亲的嫁妆，所以这府里实际的财权握在你手里。往后关于江霜的每一笔花销，你都给我盯死了。嬷嬷，你也看出那个江霜有些不对劲了吧？她和小姐长得确实有些像，可细看之下，像的那部分其实都是跟老爷。你看她动不动就跟父亲眉来眼去，肯定关系不一般。她这般年纪，自然不可能是那种关系。既然长得像，又如此亲近，那便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父女关系。我可怜的小姐呀，这是您刚出生，她后脚就跟着出生了，老爷他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夫人啊？如今父亲把她带到府里来，还说是我的替身，可见是打着让她替代我的把戏。代替小姐，那可怎么办？这府里可是老爷说了算，他们若是真的动了心思，咱们可怎么办啊？嬷嬷别慌，如今我们已经看穿了他们的打算，那自然要将计就计。我要让他们都死在自己亲手布下的计策里。遇上海贼，失去了消息，这可是整整1船的货呀！你说什么？全没了？那可是咱们侯府全部的家底呀！完了，全完了。先前看那海运生意赚钱，我不仅把府里的钱全砸进去了，还把月儿母亲的嫁妆也全投进去了。这下血本无归，伤了大元气呀！这怎么可能啊？前几次出海咱们都跟着赚得盆满钵满，怎么偏偏这次就出了事儿？那可是咱们侯府几辈子的积蓄啊！不行，这得让亲家赔给我们。对，找沈家赔。他沈家家大业大，一艘船没了算什么？他必须得弥补咱们的损失。母亲说的对，沈家得赔。沈家那么有钱，总不能看着亲家和外孙女喝西北风，他得把银子全部补回来。渊儿，你赶紧给泉州那边写信，让他赔给我们。父亲，外公给我的消息说他自己也损失惨重，咱们这时候要他赔，他怕是也……我管他损失不损失，他是商人，有的是钱，他必须赔给我们，他必须赔给我们。外祖父这次是倾家荡产啊，他所有本钱都沉进海底了，这次他才是受创最大的那个人啊！就算咱们逼死他，他也真的赔不出来了。赔不出来？怎么会赔不出来？那可是我的家底呀，我所有的钱，我这辈子所有的积蓄全在里面了。父亲，您振作一点，这次外祖父遭了憾，咱们没依靠了，只能全家人一起熬过去了。从今天起，咱们得缩衣减食了。就这些？祖母，家里已经没银子收取了，我已经吩咐下去了，
从今天起，每日饭食减为3道。这茶怎么回事？还有，我的月例银子怎么还没送过来？爹，不光是您的，全府上下的月例银子全部取消了。不仅如此，今年的夏装裁剪也全部取消，公账上现在比脸还干净。别说迟取银子，咱们如今连下顿饭的米都得省着吃了。祖母，家里如今这情况，孙女瞧在眼里，疼在心里。昨天梦见母亲，她在那头似乎也不安稳。梦见你娘有什么用？她要是真疼你，就该保佑那几艘船平平安安回来。孙女正是这么想的。孙女想去城南的寺庙住上一段时间，亲自给母亲祈福。孙女想求母亲显灵，求她保佑我们船上的东西最后还能找回来点。找回来？对，心诚则灵。你娘那个商贾出身的，生前就只会摆弄这些铜臭物，死后定能管用。赶紧去，带上你的衣服，现在就走。把这几家的招牌菜轮着买，首饰要最新的，衣裳要最贵的。外祖父给我的钱，我要1分不差的花在自己身上。小姐，府里开始闹腾了。端走，没燕窝粥吊着这口气，我是吃不下半点东西。母亲，家里账上真的连1个子儿都支不出来了。月儿去祈福前，把公账封得死死的。我不管，我这身体这里疼那里不痛快，全是因为断了那盏燕窝。我是你亲娘，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我饿死在这侯府里吗？去，把我的那份利银和饭食再减半，想办法给老太太把燕窝粥添上。老爷，您的份例已经缩减过2次了，再减，您在同僚面前……让你去就去，孝字当头，我能怎么办？小姐料事如神，老太太这一闹，老爷没办法，只能缩减自己的份例，把那碗燕窝粥给补上了。意料之中，他最爱惜名声，这种时候定要死撑着当他的大孝子。不仅是侯府，老奴听说他养在外头的那位最近也在闹呢。那个女人向来心气高，一直躲在幕后，等着名正言顺入主侯府的那一天。如今断了供养，她怕是坐不住了。小姐从未见过她，倒像是极了解她。她这种人习惯了被父亲用银子供养着，现在没了银子，我看她那份傲气还能维持多久。父亲被祖母烦得心烦意乱，定会去那外宅寻安慰。可一个给不了银钱的男人，在那对母女眼里还能剩下多少温情？老爷，昨日桥上的那方端砚，若是再不派人去付定金，怕是要被别人抢了先了。还有，后院那几个服侍的下人，这个月的月钱还没发呢。妾身这儿的花销大，您也是知道的。这笔洗墨锭装点院子的雅致物质，哪样不费钱？没钱？你是聋了吗？侯府现在公账上1个子儿都支不出去。老爷以前可从不在意这些小事，如今妾身不过是提了几句，您怎么就变了脸？老爷难道要看着妾身在这院子里过那些粗俗妇人的紧巴日子吗？妾身光是想想心都要碎了。够了！以前觉得你清高，现在再看，简直贪婪至极。嬷嬷，3年过去了，我那个好妹妹在府里可有闹出什么动静？按理说她这种娇滴滴的性子最是受不得苦，可这几年府里衣食住行差了那么多，她竟然忍得住气，不仅没去老爷那儿哭闹，连半句抱怨的话都没传出来。忍得住气，这可不像她。她越是安静，我就越觉得不对劲。她这种人怎么可能甘心跟着府里一起吃苦？小姐的意思是，她现在不出声，肯定是在背地里酝酿着什么把戏，好到时候给咱们来个出其不意。不过狐狸尾巴藏不了多久了，马上就到给琴棋书画那4位大师结亲束胸的时候了。哎呀，老奴怎么把这茬给忘了？那4位可是京城有名的师傅，那束修加起来可是一笔天大的开销。没错，我倒要看看他还能在父亲面前搞出什么花戏。侯爷，咱们也是老交道了，这季度末的束修按规矩今日该结了。诸位师傅，府里最近确实有些周转不灵。侯爷，咱们可是推了京城好几家的邀约，专门在府里教导江霜小姐的。
这名师的润笔费可不能赖啊。诸位师傅莫急，双儿知道府里如今处境，这是双儿自己的贴戏钱，虽然不多，但结清4位师傅的束修绰绰有余。至于先前月姐姐欠下的，也一并由我出了，不叫老师们吃亏。江霜小姐真是通情达理，这般气度实在令人佩服。双儿，你哪来这么大一笔钱？双儿想着我也是侯府的一份子，不能再让父亲为难了，所以我把父亲先前赏的那些首饰都拿去当了。好孩子，全家人都只知道朝我要钱，唯有你是最贴心的。小姐，府里刚传来的消息，江霜把老爷私下给他的那些首饰全当了，大大方方的把那4位大师的术余结清了。这会儿老爷正催着您回去呢。好啊，看来是时候回去让他把这出戏唱完了。小姐，办妥了，那典当行的掌柜贪财，我许他双倍的封口费。这是江霜小姐这几日典当所有首饰的当票副本。瞧瞧，每一件都是父亲这些年从我母亲嫁妆里偷偷抠出来的宝贝。江霜倒是舍得把这几年的压箱底都当出去了，花这份钱买副本，值了。这可是明天唱大戏的戏本子。嬷嬷，你看这侯府的大门，才3年不见，倒显得有些寒酸了。那是自然，没了小姐您的照应，这门面哪还撑得起来？走吧，去看看咱们的大功臣是怎么在祖母跟前尽孝的。女儿祈福归来，给祖母请安，给父亲请安。哼，你还知道回来，在外面躲清祥躲得够久啊。女儿在静安寺日夜祈福，求母亲保佑。怎么一进门，瞧着父亲这阵仗，倒像是3堂会诊似的。父亲如此急着催女儿回来，到底是为何事啊？乖乖啊，家里如今有多艰难，想必你一进府也看出来了吧？侯府这么一大家子人，即便我和你祖母已经带头缩衣减食，可那每日睁眼的嚼糊也是好大一笔花活啊。如今公账早已入不敷出了。父亲，女儿记得府里的开销向来不小，只是以往一直有我母亲留下的嫁妆在贴补着，如今公账入不敷出，难道是因为母亲那边的账面上也没钱了吗？爹爹也知道这些事儿本不该让你一个孩子操心，提这些也是为难了你，但咱们到底是一家人，大难临头我也就不说那2家话了。父亲快别这么说，女儿身为侯府嫡长女，为家里分忧自是应该如此。爹爹有什么需要女儿去做的，不妨直说吧。是这样，你看江月，哦，是江霜。江霜怎么了？父亲是觉得削减了府里的开销，亏待了这位替身孤女吗？你还有脸说？江霜是特意找来替你挡灾的，你不感恩也就罢了，还处处刁难，这就是你侯府嫡女的教养吗？你看看你，只顾着跑到山上去躲清闲，可曾想过家里？江霜为了维持家里的开销，把自己贴紧的首饰都当了，还有那琴棋书画4个师傅，明明之前教的都是你，你让江霜付束修，他也咬牙付了，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呀？她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竟然能拿出这么多钱，把全府的开销都撑起来了。江霜妹妹，我倒不知你这手里到底攒了多少宝贝，竟能比我这侯府嫡长女还要有钱。父亲，您不觉得奇怪吗？一个进府时身无分文的孤女，竟然有这么多首饰能当出全家人的开销，这钱到底是打哪儿来的呀？回姐姐的话，其实是我爹临终前留下了一笔遗产给我，我一直攒着。哦，原来你爹已经死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好了，如今这等陈年巨事，不要再多说那么多了。家里如此艰难，你身为侯府嫡女，受了这么多年的供养，总不能袖手旁观。你外公每年给你送了那么多值钱的东西和首饰，你随便拿去当一些，就足够咱们这1年的开销了。是啊，你妹妹为了这府里，连亲爹留下的东西都豁出去了，你难道还要守着那些死物，看着祖母挨饿受冻吗？月儿，你看看，江霜一个跟咱们府里没什么关系的丫头，都能为了大局把首饰全当了。爹相信，你身为侯府的嫡小姐，外公又是泉州首富，你肯定也不会这般小气，眼睁睁看家里人受苦，对吧？是啊，总不能让个外人把他们江家的体面都撑了，你自己却守着金山银山装死。爹爹，您在说什么呀？那些首饰我已经当了呀。
当了，那钱呢？对啊，我当时在山上想家里的难处，心疼的不行，连夜就让嬷嬷把东西拿去当了，还特意把钱送回来了。江霜妹妹，我听嬷嬷说，她带钱回府的时候，正巧在后门遇上了你。你说怕家里人知道是我当了东西会心疼，主动说会带我们转交。难道你没交给父亲和祖母吗？那可是好大一笔银子啊！你胡说！我什么时候见过阮嬷嬷？我什么时候拿过你的钱了？既然江霜妹妹不承认，那这事儿可就说不清了。那么大一笔银子，总不能凭空消失了吧？算了，别争了，那就对峙吧。你刚才不是说你是当了自己的首饰才凑够了家里的嚼用吗？那就请把你的当票拿出来，大家当面核对一下，看看到底是谁在说谎。对就对，我自己当的东西，难道还能有假？去，把我匣子里那一叠当票全拿过来，让大家都瞧个清楚。既然如此，那就先看我的吧。江霜妹妹觉得自己受了委屈，那咱们就一件件核清楚。翠儿，念：万年吉庆簪一根，纯金掐丝工艺，孔雀银步摇一对，嵌红玛瑙珠，珐琅银簪一根，点翠嵌宝大发钗一根。不，这不可能！这些明明都是我的东西，当票在我手里，是我亲手去当的，这些都是我的。哦，那这就奇怪了，我这儿当掉的东西，怎么江霜小姐那儿也有一份一模一样的呢？江霜小姐，这京城虽大，但有些首饰可都是外祖父从泉州带给我的孤品，你当掉的东西，难道跟我当的一模一样吗？可真是巧了，你倒是说说看，是你偷了我的当票，还是你偷了我的首饰呢？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要问问这位江小姐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偷偷将我卖首饰换钱的功劳强行安照你自己头上了？你胡说！这些首饰分明都是我的，一定是你不知道使了什么阴险的法子，偷偷抄了一份我的当片。没想到你堂堂侯府千金，为人竟然如此不择手段，当众欺负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父亲，你要为我做主啊！既然江霜小姐如此笃定是我偷了你的东西，还说我这个大小姐欺负你，那不如我们就直接报官吧，让京兆府的人来查查这些首饰到底登记在谁的名下。阮嬷嬷，去把我母亲当年的嫁妆单子取来，咱们当着官差的面一件件对清楚。我倒要看看这些年到底是哪些躲在暗处吃里扒外的奸猾小人偷了我母亲那么多东西去。月儿，你胡说什么？当然，我相信祖母和父亲肯定是不知情的，毕竟堂堂侯府怎么会觊觎媳妇儿的嫁妆呢？闭嘴，别喊我！我好心将你接进府中养着，虽然是做替身，但家里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大家大小姐该有的体面我都给了你，好吃好喝的待着你。可你呢？你怎么能做出这种厚颜无耻的下作事？甚至还敢在我和你祖母面前欺瞒狡辩，你真是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眼看着我要彻查嫁妆单子，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和那点可怜的尊严，竟能做到这种地步。既然事情已经查明，我就先去休息了。这江霜小姐似乎不适合再留在我们府里。那是自然，爹爹会处置她的，乖乖先去休息吧。小姐，咱们就这样算了。这是个不死不休的局啊，怎么可能就这么轻轻的算了？那小姐刚才为何不干脆闹大，趁机把那对母女彻底赶出府去？如果我现在咄咄逼人，父亲和祖母只会觉得我心狠手辣，反而会更偏袒他们，得让他们先出手才行。嬷嬷放心，他们忍不了多久了。我的小姐啊，命怎么就这么苦啊？命苦吗？也许吧，但我也是幸运的，至少我看清了这一切，我有反败为胜的先机，这就足够了。嬷嬷，你看这两位，他们可是在海上实打实拿命拼出来的，京城里那些没见过血的绣花针头，在他们面前过不了一招。小姐，起风了，风里有火油的味道。小姐，有人在明郎诀外围纵火，火势很大。救火！救火！快救火啊！不准救火！果然不出我所料，他等不及了。小姐，现在怎么办？
别管火，江霜现在在哪里？正在承恩侯身边，就在不远处的花园。属下瞧见，承恩侯正亲自给江霜戴上瘦厚厚的面纱，只露出一双眼睛。面纱。属下听见承恩侯对江霜说他的眼睛与小姐生得最像，只要蒙着面冲出火场，就没人会怀疑你们是两个人。那脸呢？他打算怎么解释？承恩侯说到时候就说脸被大火给燎到了，留下了疤，以后都戴着面纱过日子。这分明是想要小姐的命，让江霜代替小姐啊！走，我们一起去瞧瞧。记住了，等会儿火势最大的时候，我把你送到院子的墙根，你掐准时间，假装刚从火场里拼命跑出来的样子。记住，出来之后一句话也不准说。可若是有人问起，那你就捂着脖子使劲咳嗽，到时候就说喉咙被浓烟呛坏了，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是，双儿记住了。双儿，这次让你受委屈了，爹爹也是没法子。原本想让你堂堂正正进府的，可没想到江月，他不知怎么了，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处处跟我们作对。只有他死了，你才能名正言顺地活在阳光下。等这场大火结束，你就是这侯府唯一的嫡长女。到时候你拿到他手里的嫁妆，先卖掉2间最值钱的铺子，把钱换出来。过一段时间，家里也就缓过来了。成了，燕国公世子办事真是牢靠啊！这么短时间就办得滴水不漏。燕国公世子裴业，小姐，属下刚瞧见世子的亲信就在附近，看这阵仗，裴业恐怕是亲自前来了。我正愁他那一份仇该怎么报呢，他竟然送上门来了，真是天助我也。父亲，江霜，你们可真是找了个好盟友。双儿，记住了，裴玉帮我们这一把，可不是因为他真喜欢你，他也是看中了那笔嫁妆。双儿明白，他是为了给三皇子筹钱。明白就好。燕国公府出了个裴贵妃，育有3皇子，夺嫡可是个无底洞。只要你带着那笔嫁妆嫁过去，你就是燕国公府的大功臣，谁也撼动不了你的位置。原来你们早早就勾结在了一起。裴玉看中的不是人，而是财。为了三皇子的皇位，不惜拿我的命当垫脚石。走，火够大了，该咱们上场了。既然你们都到齐了，那这出戏我就陪你们唱个大的。走，我们回去。裴玉在军中历练过，眼神毒辣得很，你有信心瞒过他吗？小姐放心，我们最擅长的就是隐藏踪迹，只要火势够乱，属下必保万无一失。小姐，要塌了，快走生门！好妹妹，今天我就把这明郎院送给你当陪葬。我的乖乖呀，你总算出来了！世子，您瞧，这就是我的小女江月，是月亮的那个月。那碍事的已经烧成灰了，往后这江家的大笔嫁妆可就全指望这孩子带过去了，还拜托世子今后多多照顾小女了。世子，以后月儿就全指望您了。放心，只要你听话。你敢！你到底是谁？世子，世子倒下了！救人啊！父亲，您叫我办的事，女儿已经办成了。江月，怎么会是你？世子被杀了，承恩侯造反了，杀了他！小姐，快走！
世子死了，抓不到凶手，咱们都得陪葬，别放跑了那个老贼！小姐，他们咬得太紧了，这样下去谁都走不了。别杀我！我是程恩侯，是那个逆女杀的人，不是我呀！走吧。小姐，城里已经闹翻天了，燕国公府和三皇子的人已经封锁了夫人留下的所有铺子。随他们查，到时候他们就会发现里面的资金和货物早就被调空了。小姐真是料事如神。除了铺面，他们什么也得不到，但地契在我手里，只要我不现身，那些铺面谁也动不了。在三皇子眼里，裴耀死在侯府，银子消失在侯府，这一切只会是程安侯一手设下的死局。他杀了世子，私吞了原本要献给三皇子的巨款。相信在三皇子和镇国公的滔天怒火下，我那好父亲定会享受到他这辈子从未享受过的求死不能的滋味。小姐，老奴终于等到您了。小姐，你要是再不回来，翠儿也不活了。嬷嬷，别哭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那明郎院都烧成那样了，外头说抬出来好几具焦尸，那些尸体是我早前就让护卫寻来的，身量与你们相近，又被烧成了那副模样，没人认得出来。那三皇子和镇国公若是查起来，火场混乱，死无对证，即便三皇子他们生了疑心，想要查清真相，也要花费大功夫。可老爷，程恩侯他知道小姐您还活着，他会不会供出您来？他当然会供出我。等他被押入大牢，肯定会告诉他们，杀了裴玉的那个人是我江月，而不是他的外室女江月。但三皇子他们是什么人？在他们眼里，父亲亲手把江月接出火场，又亲口承认江月已死。现在他反口说是我杀了人，他们肯定会以为这不过是父亲为了保护他心爱女儿脱罪的把戏。所以老爷越是说真话，他们越是觉得他在说谎，这就是他自作聪明的下场。不过三皇子那个人多疑，但凡做过必留下痕迹，查明真相只是时间问题，我们不能大意。那要是查到了咱们头上，岂不是全完了？所以我没办法侥幸，更不能把命交到老天爷手里。如果想要真的安全，光靠躲是没用的，我得彻底扳倒他们才行。只有让想杀我的人彻底倒下，我才能活。小姐，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去五皇子府，拿我的名帖进去，就说泉州沈氏传人有三皇子的罪证，想要求见殿下。是。哼，沈家小姐带着万贯家财造访，是想要断尾求生。三皇子与燕国公勾结，图谋的是我母亲的嫁妆。如今我那父亲已将沈家推入死路，我只是想，这些东西与其被那些贪得无厌的小人吞掉，不如送给更值得的人。你倒是会说话，你凭什么觉得本王要与你沈家合作？殿下，我并非会说话，而是看清了局势。如今朝看似稳定，太子殿下常年缠绵病亡，若我猜得不错，明年太子殿下就会撒手人寰，届时太子崩逝，皇帝定会大痛，导致身体衰弱。到那时候，各方势力夺嫡的手段可就要彻底摆到明面上了。沈家的家产就是殿下的盾，也是殿下的刀。我听说你们泉州沈家有一条遗训，绝不参与皇家事宜，不能用钱财动摇官场。你现在是在违背祖训吗？祖训？先祖定下这等规矩，本是为了保命，怕后辈卷入夺嫡的漩涡，最后落个家破人亡。但也是这祖训，让承恩侯府和镇国公府知道，我不可能拿这笔钱帮他们夺嫡，所以他们才觉得只有彻底除了我，找人代替我，才能把沈家的万贯家财全部供给三皇子驱使。成也这祖训，败也这祖训。他保了沈家百年富贵，现在却要让沈家绝后。祖训是想让后辈好好活着，如今后辈都要活不下去了，祖训自然也只能抛之脑后。我要活下去，
哪怕离经叛道，哪怕背负骂名，只要能看着那些害我的人下地狱，我不在乎违背什么祖训。好，好一个抛之脑后。沈家的金山银山，加上你给出的筹码，确实，本王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你的提议，我接受了。不过，这生意从来没有白做的，说说你的诉求吧。等五皇子荣登大宝时，给沈家一个皇商的身份。皇商，在这个时代，商人的地位最为卑微，哪怕你富可敌国，在权贵眼里，也不过是随时可以宰杀的肥羊。你费尽手段，到头来竟只是想要一个官来做做。正是，我要沈家从此不再受制于人，我要这个官职作为沈家100年的护身符。呵呵，好，有胆识有远见，本王允了，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朕知吾子李之远人品贵重，身效朕兄，必能克成大统。着其即刻继位，承袭帝统，执掌9州。红皇万岁万岁！这皇位原本是我的，陪嫁侯府，为了这一天筹谋了这么久，怎么会输给你？你筹谋的是银钱，而本王收拢的是人心。李元天，你败就败在太贪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泉州沈氏江月于社稷有功，特设大元第一皇商之职，官同3品，永袭此荣。小姐，您成了皇商，咱们沈家现在可是名正言顺的官宦人家了，看以后谁还敢轻瞧了咱们？小姐，咱们这船是往哪儿开呀？以后天高海阔，任我飞翔。我曾听说海的那边有金发碧眼、长满毛发的怪人，还有能照出自己模样的怪物。这些我曾经听过的稀奇事，如今自由了，我都要去亲眼瞧上一瞧。小姐，其实当初咱们手里攒了那么多银子，直接逃到海上不就行了？那三皇子再有本事，手也伸不到这海上来，咱们何必去冒那个险，去跟皇子做交易啊？你这丫头想得倒简单，咱们年轻能跑，可外祖父呢？他那么大年纪了，也要跟着我们去海上漂泊吗？沈家这么大的家业，难道全都能跟着我们逃命？若是咱们一走了之，沈家剩下的那些人，不都成了三皇子的刀下鬼？而且，就算咱们真的逃了，那些守不住的铺子，搬不走的金银，对我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死守着那些冷冰冰的财宝，最后只会引来更多的恶浪。与其带着那些累赘担惊受怕，还不如用来换取咱们所有人的自由。在这大元皇朝，只有把沈家变成皇家的刀，咱们才能真正安稳坐在这甲板上，怀璧其罪。在这个吃人的世道，有时候有舍才有得啊！王爷，吃吧，这谋反杀人的罪名，你跑不掉了。不是我，是江月，是那个逆女杀的人，你们去抓他呀！疯老头子，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大小姐烧成了一截教坛，你还在这编排死人？燕窝，我要喝燕窝。乖乖，我的乖乖在哪儿？小姐，您说老爷他现在在牢里会想什么？他在想，为什么他的乖乖不来救他？那也是他自找的。没错，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前进，咱们去瞧瞧海的那头到底有什么。如何？这烧怎么还没退？回大小姐，翠儿姑娘从小在北方长大，这南阳湿气重，暑气毒，这是水土不服引发的胀热。老朽已开了清热的方子。这是他们土囚送来的，说是叫奎宁的树皮熬的水。正是，此物对南阳的寒热病有奇效。小姐，咱们能不能不往南走了？再走，我怕是要死在船上了。这鬼地方，连吹的风都是黏的。胡说什么呢？什么死不死的，多晦气。那咱们下一步去哪儿？总不能一直在这儿耗着吧？回泉州，
真的，小姐你没骗我。况且京城那位新皇，这半年已经连着下了3道旨意催我回京，我再不露面，他怕是要派水师开着战船来这海面上拿我了。皇上那是惦记沈家的税银呢，还是惦记小姐您呀？他惦记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今天下太平，我也玩够了。传令下去，3日后起航。小姐快看，那是龙旗吗？那是圣上的水师，除了咱们第一皇商的船队，谁能让官船在港口空出主位迎接？龙旗既是荣耀，也是锁链。皇上是在告诉我，沈家走得再远，根也在大元。但今天，我只是个回家的游子。外祖父，月儿回来了。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听说了你在京城和南阳做的那些事，好孩子，你这一身胆识和手段，比外祖父强，比沈家都要强。若没您在后头撑着，月儿哪来的胆子去闹啊？这就是那位圣上亲封的第一皇商，竟然是个女子。能让沈老爷子亲自到码头迎接的人，普天下怕是只有这一位了。你走了以后，承恩侯府抄家的圣旨就下来了，那些铺子、田产、宅子，全被封条贴得死死的。你娘当年那份嫁妆单子对不上数，朝廷派了精锐查了整整3个月，你猜怎么着？官差掀开了那个柳氏私宅的地砖，从地洞里搜出一大箱子珠宝首饰，每一件都是沈家当年给你娘的陪嫁。物归原主，只是那柳氏，最后官家是怎么判的？杖80，流3千里。就他那身子，80杖下去，半条命就丢在京兆府了，流放3千里。那种荒蛮之地，他能不能活着走到地方，全看阎王爷想不想让他多受点罪。几年不见，这泉州倒成了万国汇聚之地，比京城还要热闹。外祖父，如今这海上的生意还好做吗？好做也不好做。海上的倭寇是被打散了，但海盗却比以前多了。朝廷的水师战船虽然威风，但管不了外洋那么远的地方。咱们沈家的船现在出海得配2倍的护卫，成本虽高，你送回来的那块第一皇商的招牌，简直是海上的免死金牌。现在沈家的船不管到哪个港口，大元水军都优先让位靠岸，更是省了无数被官吏盘剥的麻烦。这以后你在京都也算是有了倚仗。那就好，只要沈家能立得稳，月儿在京城筹谋的那些就不算白费。阿妹见过小姐，一路上辛苦了。听说你在船上不仅认了300多个字，连海图都学会看了。我一路上看着水手们忙活，想着若是不学点本事，怎么对得起小姐把阿妹带回大元的恩情。小姐，阿妹刚踏上泉州的土地，就有人在暗处拦住了我，指名道姓说这封信只能亲手交给您。裴月未死。当初那把匕首虽然刺中了裴月的心脏位置，但他天生心脏偏右，那一刀只是重伤，并未致命。燕国公府拼尽全力保住了他的命，但人也废了，右臂经脉被切断，再也不能握剑。裴玉如今被燕国公府藏在城外庄子上养伤，3皇子余党尚未肃清，朕不便立刻动手。小姐，这信上是不是出什么岔子了？没死，他竟然没死。心生偏位，还真是老天爷对他的一份大意。东家，您的脸色难看得吓人，可是信上出了什么大事？您没事吧？没事，一点京城的烂账罢了。你下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阿妹，等一下。如今回到了泉州，你想不想回你的老家看看，去寻寻你的亲人？想，阿妹做梦都想。翠儿，去账房支200两银子，再备上全月好消化的干粮，都给阿妹带上。
你们两个一路跟着阿妹，若寻到了亲人，便护他周全；若寻不到，便毫发无损的把人带回来。若是路上出了差池，提头来见。是。东家，您的恩情阿妹这辈子还不完，我只要看上一眼，安置好家乡的事儿，我一定回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泉州沈氏江月于社稷有大功，特封沈家为大元第一皇商，专司海外贸易。凡泉州港进出货物，沈家享有优先采购权，关税减免30%。钦此。沈家领旨，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沈姑娘，这公事办完了，皇上那儿还有一句私底下的口谕要传给您。哦，皇上还有什么吩咐？皇上说，朕给你留的盐铁转运使的职位被朝堂上那些老家伙给炒没了。沈姑娘，等你有空回京，朕一定再给你找个更好的，绝不让你吃亏。这个李知远，皇上可是天天念叨着，说这京城没了沈姑娘，倒是无趣了不少。公公回京后替我转告皇上，这皇上的身份我已经受了，沈家的贡品定会年年如期入宫，但我暂时不想回京。这大好的前程，姑娘不想要？京城那地方太小，规矩太多，我还想去更多的地方，看更多没看过的风景，这才是我想过的日子。皇上的牌子供上了，但这只是个护身符。沈家想在大元立稳，还得靠咱们手里的船。小姐，如今咱们的船队依旧跑的是老航线，只是利润比前些年薄了不少。路线单一，自然会被人分走利润。从今日起，沈家海上生意全面整顿，我们要开辟新航线，伯尼、博罗州、苏渝、外祖父这些标注模糊的地方，咱们的船从未去过吧？那是老夫年轻时听番商们喝酒吹牛时记下的。月儿，这些地方太远了，海上风浪莫测，没人去过。正因为没人去过，所以才有大利润，第一批尝试的人才能赚到最多的钱，这就是沈家的生路。你这性子真的是越来越像你娘了。像我娘？外祖父是说我娘也曾这般？你娘年轻的时候是跟我跑过船的，那时候她晕船晕得厉害，吐了3天3夜，连胆汁都快吐出来了。可到了第4天，她就自己扶着船桅站起来了，对我大声喊：爹，我不怕，海就在这儿，我也在这儿。后来啊，她学会了看星星变方向，算航迹比我手下那些老船坞都准。那后来呢？她为何从没提过？后来她嫁进了承恩侯府，穿上了那身层层叠叠的金绸，就再也没有上过船，也没再见过大海。娘，原来你也曾见过那样广阔的海，也曾那样自由过。你那时候死命拉着我的手，是不是想告诉我，让我千万别学你，别被关进那个吃人的牢笼里？放心吧，娘，我不会重蹈您的覆辙。这辈子，我的命在海上，在天上，唯独不会在那4面高墙里。小姐，京城的信又来了。这3个月，信是一封接一封。燕国公府已经彻底保不住他了。燕国公被夺爵，裴家满门获罪入狱，裴义如今被关在大理寺暗牢，等候秋后出斩。月儿，你想不想亲自回京，看他最后一眼？这种垃圾，不值得我再多看一眼。小姐说的对，这种没心肝的东西，多看一眼都嫌脏了眼。朕听说你在泉州又在搞什么新航线，别太拼命了。你的外祖父前2日托人带话给朕，说你整天泡在码头，连饭都不知道好好吃。这个李知远管得也太宽了。朕可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把自己累病了，沈家的船队瘫了，朕以后找谁要那些域外奇珍异宝去？哟，皇上这哪是惦记珍宝呀？这字里行间怎么听着在担心小姐的身体呀？他哪是担心我的身体，他是怕他的内裤少了进贡。回京，等我这趟新航线跑通了再说吧。
小姐，您怎么来这儿了？这儿油烟大，小心熏着您。您快出去吧。给我煮碗面。啊，我饿了。是，我这就去给小姐做。小姐您稍等。现在的日子真好，不用算计谁，也不用提防谁。小姐，咱们现在是沈家，您是第一皇商，谁还敢算计咱们？面好了，小姐快吃。真香。小姐，慢点吃，小心噎着。如今的日子真好，希望我们能一直这样下去。会的。会长呢？这是这么小啊！沈会长，这批云缎我们已经等了3天了，关税减免的批文，您到底能不能给个准话？这是什么？沈会长，码头的纠纷还得请您亲自出面，衙门的人不看公文，只认您的皇商印鉴。批号按章程办，急也没用。码头的纠纷让林捕头等着，我送完船队自然会去。小姐，自从接了这盒皇商的差事，连觉都睡不踏实。今儿这远洋船队出发，您当真不去？我也想去，可这皇商的名头是皇帝给的锁链，事务缠身。我若走了，泉州这摊子瞬间就能乱。但总有一天，等这生意成了定局，我一定亲自出海。阿妹，这次开辟新航线，凶险万分，你当真不后悔？东家，我回老家瞧过了，爹娘都没了，姐姐虽在，可她那婆家连口剩饭都嫌我多余。我待了半个月就明白，那不是我的命。我不怕死在海上，但我怕活了一辈子，却什么世面都没见过。好，从杂役到副船长，你只用了半年，我就交给你了。小姐，您说他们真的能找到那片传闻中的香料群岛吗？能，只要有不回头的胆量，就一定能。看着他的背影，我总能想起当年的自己。那时候我也像他一样，被江霜那些人困在一方小天地里，什么都没见过。小姐，您那是被骗了，跟阿妹不一样。确实不一样，我是重活一次才看清这命运，而他是用自己的命在搏那第一次机会。这老天爷总算公平了一回。小姐，已经比预计的日子晚了整整5个月了，海上风暴多，只怕那5艘船已经……小姐，咱们回去吧，您都守了半个月了。闭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沈家的旗子没倒，人就一定还在。回来了，船令下去，开城门！沈家的船回来了。东家，阿妹没给您丢脸，我们找到了，就在那片群岛，漫山遍野都是这个。好香，这是丁香，是传说中价值连城的香料。好！小姐，您这是怎么了？您怎么还哭了？不是因为难过，翠儿，我只是在高兴。我终于向天证明了，这个世上，只要命还在，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那些曾经想毁掉我的人，如今都烂在了泥里，而我江月还活着，我会活得比他们所有人都好。